2025年，福布斯富豪榜卖康师傅方便面的鼎新集团魏家四兄弟以90亿美元的净资产金额排名台湾富豪榜第5位。10年前，2015年，奇特的一幕在台湾 Costco 超市上演，民众将货架上一瓶瓶林凤营鲜乳装满购物车，然后跑去结账，转身就去退货柜台，利用商家著名的无条件退货政策，将这些刚买的牛奶悉数退回。这场被称为秒买秒退的行动背后的原因是台湾民众对魏家四兄弟的满腔怒火。当他们在中国大陆市场取得巨大成功之后，荣归故里，却在一场食品安全风暴中成为全民公敌。大家好，我是胖猫，咱们今天就从康师傅方便面发迹开始讲起，来聊聊彰化魏家四兄弟的故事。说起魏家的故事要从一位老中医开始讲起。魏尚营开了一家药铺，叫陈美中药铺。他为人厚道，也乐善好施，和地方士绅共同设立了永进公学校，这是当时彰化最早的5所公学之一。魏尚营有个儿子叫魏和德，也是魏家四兄弟的父亲。在魏和德5岁时，家道中落，家里没钱继续供他读书。他小学毕业就跑去了园林，到一家福建中药行当学徒，白天做事，晚上学记账、学管理，靠着勤奋和悟性，2年后被提拔为掌柜。18岁时，他已经能撑起一家人的生活，甚至能和长期的日本商行做生意。几年后，他决定自己出来做，和弟弟魏维德一起开了新陈美药材行。起初这生意也不行，是时好时坏。在铺子里闲来没事，他就在那儿捣鼓机器，改良了一台切中药的机器。这生产效率一提高，成本降了，生意才渐渐好了起来。1958年，魏和德看见别人榨油挣钱，于是他也创办了一间厂，名叫鼎新制油，主要生产工业用的蓖麻油。这便是今天鼎新集团的起点。他们魏家开始做油了。魏和德一辈子信奉的是6个字：诚实、务实、创新，以此作为自己做生意的信念，还要求4个儿子一定要团结，永远不分家。创业时期的4兄弟也是这么做的，他们感情很好，几乎是吃住都在一起，所有挣到的钱都放在一起，大家定好规矩，平时的个人薪水、儿女们交学费、买衣服、家庭生活开支都从这个小金库里面拿钱。能做到这样，是兄弟间的高度信任。你个体的判断必须要服从集体的决定。简单讲，家族利益优先，个人想法靠边站。我们今天听起来是不是有些封建？但最大的优点是，他们可以做长线，下大注。所以后来鼎新敢全力压上大陆市场，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基础。同时4兄弟在团队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性格也是互补的。长子魏英洲学历不高，仅有高中学历，弟弟都读完了高中，这让他早早的就扛起了叫长兄如父的担子。他是整个家族的灵魂，家里面不管大事小事，最后都得他来拍板。当年决定闯进完全陌生的方便面行业时，正是他说了那句很经典的话：生疏的东西我们不做，但是不做的话永远也熟不了。这股子魄力和闯劲可见一斑。他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工作起来就像个拼命三郎。据说在天津创业那会儿，一天只睡4个小时。二哥魏英娇是家里的对外发言人，专门负责跟外面打交道。他能力很强，能说会道，特别善于搞关系。当年家族去大陆闯天下，找钱、关系打点、拓展人脉，全都是他搞定的。可以说他就是魏家这个内部小圈子和外面大世界之间的一座桥梁。老大把蓝图画好了，就靠他去拉来投资，找好门友，把事儿给办成。老三魏英冲在4兄弟中实际上是最为低调的，他擅长财务管理和内部运营，除了做生意，特别热心公益。在台湾有一家著名的佛教慈善团体叫慈济，很出名的别人都叫他魏师兄，常年负责救灾物资的筹备和供应。但谁也没有想到，弄到最后成为食安风暴的中心人物。最后是老四魏应行，是家里面最坐不住的一个。他脑子活，点子多，家里面很多新业务都是他第一个去尝试的。在台湾早期的时候，他白天在油厂工作，到了晚上骑着2手摩托车去摆地摊卖扇子。所以这无论是最初的大陆冒险，还是后来德克士的收购，他都是家族的先头兵。正是这样，
家族四兄弟联盟，他们拧成一股绳，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商业领导团队，才有了鼎新此后的发迹。从1958年魏和德创办鼎新制油到1978年四兄弟正式接手，20年时间，这家厂子从家庭作坊慢慢做出了点规模。但你要说放在全台湾那个时候的鼎新，说到底只是个2、3线的小厂。你就想咱们之前讲的泰山，人家当年那可是拿到美元黄豆加工配额的指定企业。什么叫有资源？那才叫有资源。什么叫有门路？那个才叫有门路。结果兄弟4人接手后的第2年，也就是1979年，彰化出了件大事。彰化油脂公司在生产米糠油的过程中，由于设备管道破裂，导致用作导热介质的剧毒化学物质泄露了，污染了食用油。这批毒油流入市场，造成了台湾中部地区约2000多人中毒，受害者出现严重的皮肤病变，免疫系统受损。而且这种毒无法从人身体里面排出去，这就导致了受害者终身与毒共存。当时台湾惠民盲校，因为学校是公益性质的，教育经费有限，就买了商人推销较为便宜的这种米糠油，给那些盲人小朋友吃了这批毒油。本来这些小孩都是来自社会底层家庭的，结果又中毒，搞得非常可怜。到1985年，台北市一家工厂又爆出了长期从餐厅、饭店回收废弃馊水，提炼成食用油，再转卖给夜市摊贩和小吃店。这起案件也让馊水油一词第一次进入了台湾民众视线。再包括后来的塑化剂事件、毒淀粉、假米、假酱油等事件，我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当你了解台湾食安事件的历史脉络，你就能理解为什么后来鼎新味全食安丑闻爆发的时候，台湾岛内民众的反应会那么大。因为公众的信任被消磨殆尽了，所有人都在问一个问题：社会在不断进步，那么多年过去了，问题却在恶化，而不是得到改善。那具体的灭顶风暴我们后面再讲，咱们先把视线拉回到80年代的魏家，来看看他们的起家过程。米糠油事件爆发之后，整个台湾食用油市场那是大乱。鼎新虽然没有直接涉案，但生意也受到了重创，魏家必须另外找条出路。就在这个时候，海峡对岸的中国大陆正在改革开放，市场广阔，机会遍地，成了台商眼中的蓝海。四兄弟也决定去对岸赌一把，但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找对方向。在北京，他们投了一个叫鼎好清香油的品牌，油品不差，甚至远高于当时大陆常见的粗制油，但问题是定价太高了，大陆的老百姓当时根本就买不起，产品叫好不叫座，最后是弄得血本无归，初期投入的1.5亿新台币几乎也都打了水漂。就在魏家准备打道回府之际，命运的转折点出现了。负责市场开拓的老四魏应行坐上了一趟从北京开往通辽的火车，为了省钱，他随身带了几包从台湾带来的方便面，在拥挤简陋的车厢里，他用热水冲泡了方便面。那个浓郁的香气立刻吸引了周围乘客的好奇。第二天一早，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包里的方便面竟然少了，显然是有人忍不住偷偷拿走了。这个瞬间，魏应行意识到一个巨大的尚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就摆在眼前。火车这个承载着中国社会巨大流动性的载体，不仅仅是他发现商机的地方，也是未来方便面的消费主要场景。这次火车顿悟之后，彻底改变了魏家的命运。魏氏兄弟迅速行动，他们通过市场调查发现，当时中国大陆的方便面市场存在着明显的两极分化，国产面价格低廉，但品质粗糙，而日本进口面呢，品质虽然好，却价格昂贵，终端市场存在着巨大的空白。他们决定将全部赌注压在了这个中间的空白地带。1991年，他们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就是天津泰达，成立了天津鼎益国际食品有限公司，主做方便面，取名康师傅。之所以选择天津，是因为看中天津泰达优越的营商环境，因为这里是当年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之一。时任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叶迪生是一名技术官僚，他敢于喊出当时听起来就非常出格的口号：投资者是皇帝，项目是生命线。在他的推动下，包括可口可乐、百事、雀巢、三星、中美史克，还有咱们以前说过的摩托罗拉，
都纷纷落户在此地。当时那个地方可谓是群星璀璨。为了打造一款能够一炮而红的产品，他们进行了极为细致的口味测试，在天津、北京邀请了超过2000名消费者进行品尝测试。测试结果显示，中国大陆的消费者普遍偏爱口味浓郁的牛肉风味，于是康师傅红烧牛肉面被确定为旗舰产品。另外，康师傅与当时市面上多数方便面不同，还在于它除了粉包和脱水蔬菜，更多了一包酱料包。打开之后那香气扑鼻，油香带辣，瞬间勾起食欲。就是这一小包小小的酱料，让整碗面瞬间活了起来，一种你花几块钱就能吃出热气腾腾、香味四溢的感觉。对于当年那些坐在绿皮火车上只能啃冷干粮的农民工、打工仔、穷学生，那简直就是奢侈的美味。销售额也证明了一切。1992年8月，康师傅红烧牛肉面正式投产上市，短短3个月时间，他们就实现了盈利，营业额做到了3500万元。1993年，营业额更是飙升到6.5亿，增长近18倍。1994年，营业额猛增到20亿。1996年，康师傅在香港交易所上市，此时年营业额已经接近40亿。在中国方便面市场占有率26.6%，吃方便面必是康师傅，康师傅必吃红烧牛肉面。全国各地的经销商抱着成捆的现金，在天津康师傅工厂门口排起长队，彻夜等待提货。你有钱也未必能拿得到货，你还得想办法找熟人。天津工厂的生产线一天24小时3班倒不停运转。大哥魏英洲一看这么下去可不行他不是一天只睡4个钟头吗？身体吃不消于是投入巨资自建覆盖全国的销售渠道。他知道在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各地市场那么分散，将来谁控制了渠道，就等于控制了市场。鼎新集团在中国45个大中小城市设立了331家营业所和139个仓库，在广州、杭州、武汉、重庆、沈阳等地建立新的生产基地，每天把方便面那是以最快的速度直接送达到4500家经销商手中。从大城市里的现代化商超到偏远山区乡村的小卖部，那是无孔不入。接下来在上市融资之后，鼎新开始大规模收购。1996年，他们收购了西式快餐品牌德克士，试图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跟肯德基、麦当劳大干一场，结果呢，踢到了铁板，遭遇惨败。你就想在一线城市，德克士一看就像个山寨品牌，就算你比肯德基、麦当劳便宜那几块钱，也没人来吃。于是德克士果断退出一线城市，调转枪头去主攻肯德基、麦当劳没有进入的2、3线城市，搞起了农村包围城市，降低加盟门槛，吸引了大量这种小城市的创业者加盟。结果大获全胜。到今天，德克士在全中国的门店数量超过了2600家，尤其是在下沉市场，那是绝对的西式快餐霸主。之后又趁势和日本伊藤忠商社谈，获得了全家便利店在中国大陆的经营权，并于2004年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门店，不出几年就发展超过了3000家。这完全就是把台湾零售江湖老大统一集团那套玩法在中国大陆又玩了一遍。问题是市场体量天差地别。1998年，在大陆市场已经是叱咤风云的鼎新集团一举收购了台湾老牌食品巨头味全食品。这个咱们之前节目讲过，黄家要不是自己家里2个儿子乱来也不至于。但不管怎么讲，对魏家来说那就是衣锦还乡。再后来包括收购台北102大楼，成立台湾之星，进军电信市场，还有我们之前做过节目的日本卡乐比在台北合资。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这一连串操作被包装成为一个美谈，叫鲑鱼返乡。鼎新是成功台商的代表样板。但故事远没有表面来的简单。这第一件事是2009年康师傅在台湾发行存托凭证，这次发行共募集高达170亿新台币的资金。关键在于这次 TRD 的股票来源并非公司增发，而是魏家成员出售自己持有的旧股，等于就是大股东套现，而不是在台投资。随后这些资金被爆出大量用于购买台北地堡等顶级豪宅。
外加那几年台湾房价飙涨和炒房民怨高，这件事被媒体放大后，魏家就被骂成了名为投资，实为套利。这事情过后啊，没有太平几年，到2013年，鼎新猎油事件爆发，而且是以3波密集相连、层层递进的方式爆发的。鼎新这档子烂事，当年内地的同学可能比较模糊，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所以咱们今天就来重点讲讲。这第一波事情发生在2013年10月，导火索是一家叫大统长基的公司，它被查出在橄榄油中掺入了廉价的棉籽油，并且违法添加同叶绿素进行调色。经过追查，鼎新旗下味全公司曾经向大统长基采购油品，味全公司旗下21款产品被牵连。曝光后，当时味全董事长老三魏应充跑出来说，这个事情我不知道，这是供应商的问题，还成立了5000万新台币的消费者准备金信托，处理售后问题。这事情算是暂时压了下来。接下来是第2年，2014年9月，有一位屏东的老农实在是受不了他家附近地下炼油厂的恶臭，在向地方政府多次举报后，结果没人理他，于是耗时2年时间，自己收集证据，跨县市跑去了台中警方报案，这才揭开了惊天黑幕。这位老农举报的地下工厂由一个叫郭烈成的人经营，他专门回收厨余、动物尸体，甚至是皮革废料，炼制成馊水油，也就是地沟油。郭烈成再将这些劣质油品卖给了一家名为强冠的合法油品公司。强冠公司呢，牛逼了，用33%的馊水油外加67%的猪油混合生产出来的油，取名叫全统香猪油，并且销往市场。再往下一调查发现，不得了，味全是强冠公司的大客户，生产的肉松、肉酱等12款畅销产品用的那都是全统香猪油。这个时候鼎新再跑出来说他不知情，似乎已经说不过去了。结果第2个月，2014年10月，事件再次升级，鼎新自家的子公司叫正义公司被查出向上游供应商新好企业采购猪油，而新好的负责人曾经是正义公司的高管，他将动物饲料用油混合充当食用猪油，再卖回给老东家正义公司。再往下查，最终发现鼎新集团的屏东总厂从2012年起就直接从越南大幸福公司进口给动物吃的饲料级猪油和牛油。越南官方人家可是证实了，大幸福公司仅有饲料油的生产资质，其产品严禁用于人类食品。这下完蛋了，越南饲料油的败露绕过了所有中间环节，直接证明了母公司鼎新本身就是欺诈的源头。在第一波危机中，鼎新可以将责任推给大同长基，说这是供应商的问题。在第2波中，他们也可以说这是强冠，尽管已经备受质疑，说不过去了。这到了第3波，棺材板算是彻底钉死了，他自己也在干。事情到了这一步，对舆论、对百姓而言，其实也还好，没什么。这不还有法律吗？还有王法吗？那你该抓抓，该判判，让作恶之人罪有应得，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可谁也都没有想到，2015年11月，彰化地方法院对越南饲料油一审宣判，魏应充等所有被告无罪。什么？卖地沟油、饲料油给人吃，竟然没罪？一时间全岛哗然，民众的怒火是瞬间爆发，所有人都在问，怎么可能？法院给出的理由是，检方无法证明鼎新最后成品油对人体有害，尽管原料是饲料油不能吃，但成品送检后数据合格。换句话说，现在科技进步了，只要炼得干净，不管原料有多脏，照样合法卖给你吃。这叫什么话？老百姓的认知是朴素的呀，他们哪懂得什么是标准，什么是成分？他们就问你一句，你面前的这杯水是尿提取出来的纯净水，你喝不喝？于是检方不服，提出上诉。2018年4月，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2审大翻盘，魏应充被重判15年。这次法院换了角度，不再纠结成品有没有害，而是追查来源是否合法。这一判明显更贴近社会期待，也算是司法的一点进步。但鼎新魏家不认，继续上诉到最高法院，直到2022年7月29日终审裁决，魏应充确定入狱，刑期9年2个月。这场官司历时8年，
鼎新也从台商之光彻底变成了全民公敌。据统计，魏氏四兄弟的家族财富从2014年的86亿美元锐减至2016年的46亿美元，相当于直接是腰斩。他们被迫退出了味全的经营管理层，并且出售了在台北101的股份。魏应充、魏家三董曾经风光无限的企业巨头，最终身陷囹圄。那么这一切结束了吗？并没有。还是那句话，你可以质疑这些商人的人品，但绝对不要怀疑他们的能力。这么说，有人可能要怼我，可杀人放火金腰带从来不是讲讲而已。面对台湾业务的全面崩盘，以及几乎全民一边倒的敌意，魏家却展现出极为冷静老道的处理手段。我们先来看味全这边。2014年10月，鼎新集团就宣布，魏家成员将全面退出味全董事会，经营权交由专业经理人团队接手。同时还特别强调，不会在任何时候卖出一张味全股票。这又不是什么好话，无非是用退出董事会的方式，把魏家和味全的品牌形象做物理切割，给味全一点喘息空间，也为后续的品牌修复争取时间。而魏家自己呢，一股未卖，当时仍然是最大股东，只有40%的股份，反正躲过风头就行，利润照样是一分不少，没什么大事。接下来回头来看，当年出售台北101的股份，说是魏家被迫退出台湾核心资产，但人家也没亏钱，实际上是一笔好生意。约70亿的价格入手，超过200亿的价格卖给了伊藤忠，而且14年还是当年台湾房地产市场相对的高点，不如早点退场，把精力放在他们的主要战场中国大陆，因为那里才是他们的基本盘。鼎新的旗舰企业康师傅在中国大陆的方便面和即饮茶市场多年来一直是高歌猛进，营业收入常年维持在600亿到800亿人民币，每年都能稳定的创造数十亿人民币的利润。如果没有中国大陆，那么魏家估计在台湾早就凉了。就说猎油案前，林凤营的市占率40%，灭顶风暴时跌到了18%，到今天也只有22%左右。品牌复苏那是相当的艰难。2021年1月9日，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裁定准许魏应充假释出狱。他在个人主页以书法写下“我与社会误解共生的5年半”，我也不知道这误解在哪里。而后在不耽误挣钱的同时，他继续做着慈善事业，当着魏师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了。最后我们不谈鼎新，来聊一个现实的问题。距离那场食安风暴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那么收水油还存在吗？是商人们良心发现了，还是法律监管变得严格了，或者是今天的科技已经让他再也查不出来了？